最近，各位老铁的朋友圈是不是被广东梅州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的新闻刷屏了？这家公立医院欠薪10个月，最后宣布要破产清算。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天天看病人排长队，收的还是天价医疗费，怎么医院反而要破产了呢？咱们今天就来扒一扒，这背后到底是咋回事？这个案子就像是给中国医疗系统照了个 X 光片，让我们清清楚楚看到了里面的癌症。先来看看这家医院的基本情况。嘉医附院建于2009年，在梅州也算个不小的医院，有400张床位，240名职工，其中还有58个高级职称的医生。按理说，这么大规模的医院，怎么可能连工资都发不出来呢？结果可倒好，这家医院到了2023年10月，突然开个会就通知员工全部离职。一位医院员工表示，今年基本上都没发工资，这日子没法过了。医院破产前欠了一屁股债，光10月中旬新增的执行标的额就高达664万。但这只是冰山一角。你们以为就这一家医院出事？我再给大家爆个猛料，河南新乡第4人民医院欠薪9个月，郑州白沙镇卫生院欠薪8个月，西安医科肿瘤医院干脆直接停业，山东菏泽鄄城县人民医院更是创新性的给病人开欠条，说是医保报销不下来。让我们来算个账，新乡第4人民医院这家86年历史的老牌公立医院，从2018年到2021年的利润分别是负666.7万、119万、负435万、负217万，4年亏损了1200万。而且从数据趋势看，这亏损的窟窿只会越来越大。那钱都去哪儿了呢？数据告诉我们一个残酷的真相，国家财政对公立医院的补助比例只有可怜的 7%， 剩下 93% 都要靠医院自己赚。这不是要了医院的老命吗？一位山东的医疗业内人士方女士直言不讳地说，医保基金是专款专用，但因为政府采取财政统筹管理，所有税收需统一分配。现在医院90%以上收入需要靠自己创收，这就像是让医院去和街头小贩一样做生意。你说医院能不能活？肯定活不了啊！北京一家3甲医院年收入43亿元，结果年度亏损却高达5至6亿，这生意做得也太惨了。更惨的是，这些破产和欠薪的医院基本都是2级医院或者县级医院。为啥？因为现在老百姓都往大医院跑，比如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号称亚洲第1大医院，一天门诊量能达到4万人。你说这些小医院怎么活？而且疫情这几年，民营医院更是倒闭一大片。2024年以来，进入破产清算的就有数十家。别说民营医院了，就连公立医院，像四川乐山市第4人民医院，2021年7月也被迫关门大吉。这种医院破产潮背后，其实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中国的医保基金也快撑不住了。我们来看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以河南这个人口大省为例，截至2022年末，全省医保基金累计结余才1200.35亿。这是什么概念？按照国际警戒线标准，医保基金结余至少要能满足15个月的支出。但显然，河南的医保基金已经危险得很。由广东潮州的李先生透露，现在医院基本工资都发不出，就是因为政府补贴不到位，医保报销也迟迟申请不下来。说白了，中国的财政和医保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各位老铁可能会问，既然医保基金这么紧张，那平时中国人交的那么多医保费都去哪儿了？这就要说到中国医疗体系的一个老大难问题——三角债。什么是三角债？医保局拖欠医院的钱，医院
就拖欠药品供应商的钱，就跟多米诺骨牌一样，一碰就倒。比如新乡第4人民医院，就因为拖欠900万货款，被药企海王生物告上了法庭。现在很多医院已经到了连纸巾都要省的地步，有2级公立医院从用抽纸降级到用卷纸，最后只能用平板纸。你说这不是在打医护人员的脸吗？毕竟人家当初学医的时候也没想到有一天连厕纸都要省着用吧。更惨的是，一些医院为了生存，开始玩起了创新。山东菏泽鄄城县人民医院想出了给病人开欠条的招数，病人看完病要先全额付费，然后再等着报销。这不是把医院变成高利贷了吗？一位北京某3甲医院的财务人员告诉我，医院现在的生存压力有多大呢？就拿他们医院来说，光是药品零加成政策这一项，就让医院少赚了大几个亿。以前药品可以加成销售，现在这条财路被堵死了，医院只能靠诊疗费和治疗费来维持。但问题是，诊疗费的增长速度根本追不上成本的增长速度。就像是你开了个饭店，以前可以靠卖酒水赚钱，现在只能靠卖主食，能不亏才怪。更让人心寒的是，这些破产倒闭的医院，最后都是医护人员受害。像梅州嘉应医院，240名员工血汗钱就这么打了水漂。河南的白沙镇卫生院更绝，把绩效工资拖欠8个月，最后医护人员被逼的只能堵住领导的车讨要说法。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些医护人员辛辛苦苦上班，连工资都拿不到，你觉得他们还能安安心心给病人看病吗？更何况现在还有医闹、暴力伤医的事件时有发生。有业内专家指出，如果不尽快改革医保制度，不增加财政补贴，这种医院破产潮还会继续蔓延。特别是在人口流失严重的中小城市，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医疗荒漠。最近听说国家又在搞什么医疗改革，说是要提高医疗服务价格。但我看啊，这就像是给快要溺水的人扔了个铅球。医院都快破产了，你还让老百姓多掏钱，这不是要把医患关系搞得更僵吗？说白了，中国的医疗系统现在就像是得了一场重病，需要的是全面体检和系统治疗，而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否则，以后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最后苦的还是咱们老百姓。大家说是不是这个理儿？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们的想法。咱们下期再见。